胡爷，您再借我保证，下个月一定连本带利1千万给你。林晨，你都借我3万了，现在又来借5万，我告诉你，这次的利息可比上次的高。你确定要借？就你那点工资，够还吗？林晨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高利贷碰不得，你为了苏雅值得吗？他根本就不是真心对你的。李主管，我自己的事我自己能处理，谢谢你啊。我不是多管闲事，林晨，你在公司工作3年，你的人品我清楚，别因为一时糊涂毁了自己，赶紧回来吧。有什么事我们一起想办法，别去借这笔钱。陈哥，我闺蜜最近要结婚了，她男朋友给她买了婚房和豪车啊。我也不是羡慕，我只是觉得这女人结婚总得有点保障吧。而且我妈也觉得，希望我能找一个能带给我未来的人。陈哥，那你什么时候能给我安全感呢？李主管，这是我自己的决定。胡爷，这钱我必须借。借了吧？哎，不过我可先说好，你要是还不上，后果自负。谢谢胡爷，谢谢胡爷。苏雅，这是5万块，你拿去买你看中的那款包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久等了，我这就给你去买奶茶。林少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跟我公开呀？凌晨那个人像条狗一样缠着我，天天想着给我花钱，烦都烦死了。急什么？我就喜欢你顶着别人女朋友的身份，然后乖乖的留在我的身边，这比找一个干净的小女孩有意思多了。讨厌，原来林少就好这口啊！那我继续吊着他就好了，反正他那么蠢，我说想要个包，他马上就会想办法的。放心吧，等我稳固了林家的地位之后，一定不会亏待你的。哼，蠢货！要不是林少喜欢人妻这口，真以为我会陪着你这种穷鬼浪费时间啊！老爷，小少爷有消息了，咱们的人找到小少爷了。什么？找到了？他在哪？身体好不好？有没有受委屈？小少爷他叫凌晨，在本市一家孤儿院长大，现在在一家小企业就职，身体好得很呐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佛祖保佑，快给我备车，我现在就要去接他。我要把他这些年失去的一次性的给他补偿回来。哎，老爷，您先冷静一会儿。还有件事儿，调查显示，这小少爷他在给一个女人，他当舔狗。什么？我堂堂全球首富的儿子，给别人当舔狗？哎呀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，甜的发腻！林少说了，算了算了，我明天要去跟闺蜜逛街，你给我打2000块钱车费。我再去借。就是他，这副没出息的样子，简直丢尽我林家的脸。这不是林少的父亲，全球首富林振雄吗？他怎么会来这种地方？带少爷回家。你们是谁啊？你们要干嘛？我就不放错人了，我没钱，我没钱！哎呀，我没钱！哎呀！林家的管家叫他少爷，
林晨这个废物，难道和林家有关系？林少，不好了！我刚才跟林晨那个废物逛街的时候，碰见林总了。我爸，他去那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做什么？难道是为了调查我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林总带了很多保镖，直接把那林晨架走了。而且我还听到他管家叫林晨少爷。林少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二少爷，大事不好了！家里传来消息，老爷找到了13、20年的亲生儿子。你说什么？那人是谁啊？我们的亲儿子到底是谁？是一个叫宁晨的年轻人，也是在孤儿院长大。今天老爷已经把他接回庄园了。怎么可能是他？林晨那个舔狗废物，居然是林总的亲生儿子！我之前还那么耍他。林晨就是林家失散多年的嫡子，难怪我爸这些年一直在寻找，原来是想把这外的家产传给林晨那个废物。林少，那怎么办呀？我之前那样对他，他要是记仇的话，我可就完了。你快想想办法呀！慌什么啊？林晨刚回林家，他性格还是一个舔狗蠢蛋。我爸最恨的是舔狗，肯定不会轻易的把家产传给他的。我们还有机会。不是，你们是谁啊？这是哪儿？我警告你们啊，绑架是犯法的。犯法？老子是带你回你自己的家。自己的家？你们弄错了吧？这儿不是我的家，我是孤儿院长大的。你看看吧，我叫林振雄，是全球林氏集团的董事长，也是你的亲生父亲。当年家族内斗，我和你失散了，这是亲子鉴定报告，你自己核对吧。我是世界首富的儿子，我不是孤儿。不错，唉，当年啊，就是因为你爹我给一个女人做了舔狗，才和你你别管了，反正老子就是你亲爹，如假包换。你真是我爸呀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有钱了。我可以给雅雅更好的生活了，我终于可以娶雅雅了！搞什么好啊！老子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出息的东西？我已经调查过那个苏雅的银行流水了，她就是个典型的捞女，专门钓你这种傻男人。不可能！雅雅明明就答应我了，只要我有钱，她就愿意跟我在一起。到现在还执迷不悟是吧？我这万亿家产，要是真让你继承了，我看最后都会让那些捞女骗的渣都不剩了。主播，我让你准备的东西准备好了吗？还不见过少爷？他们都是我为你精心挑选的，就让他们好好伺候伺候你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看你小子就是世面见的太少了，我就是让你明白，这世上的好女人多的是，不用给别人做舔狗。想清楚了，爸，你把我害惨了。看来还是没想清楚啊。钟伯，把这臭小子从哪里来的给我送哪去，我就当从始至终都没找到过他。哼！少爷，起来吧，我送您回家。这下想清楚了？想清楚了，爸，别走。
少爷，这是一张考验合同和一张无限额的黑卡。合同内容是3个月内用这张黑卡建立个人影响以及初步的商业版图，期间不得为任何一名女性消费1分钱，哪怕是一杯奶茶，甚至一瓶矿泉水。考验通过，您将获得林氏财团的继承权。若考验失败，您将被打回原形，回归原来的生活。我欠，钱是花给女人看的，又不是给女人花的，我一定能通过考验。好，这才像我林振雄的儿子嘛。钟伯会为你准备好住处和助理，这后续的事你只管放手去做。记住，我林家的人从不做低头讨好别人的事儿。哼！以前是我傻，把卑微当真情，把算计当真心。10年舔狗一场空，不如抱负当祖宗啊！我悟了。从今天起，我林晨再也不会对任何女人卑躬屈膝，再也不当舔狗。还是把我害。我爸真是这么说的。千真万确，老爷给了他一个考验，期间不准为任何女性花1分钱，哪怕是一杯水、一颗糖。一旦破戒，就会失去所有继承资格，打回原形。我老爹这是在给我铺路啊！林晨当了10几年的舔狗，骨子里的奴性是刻在 DNA 里的。想让他不对女人心动，不为女人花1分钱，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。林少，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去办吧，我可太了解林晨了。以前他为了我借高利贷、吃泡面都愿意，就算他现在成了林家少爷，心里肯定还是念着我的。只要我跟他装装可怜，说句后悔，求他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他100%会心软的。算你聪明，之前林晨舔了你10年，这份不甘心和占有欲就是他最大的软肋啊！对对对，他以前还说过，只要我肯回头，他什么都愿意给我。哼，行了，别贪心，让他花点小钱就行，一杯奶茶、一件便宜衣服都可以。只要他为你花了1分钱，那么他就会失去继承人的资格。你要是贪心不足，受了限，或者让他起了疑心，后果你知道的。不敢不敢，我一定给您把这事儿办好。只要他一给我花钱，我马上告诉您。去吧。二少爷，只靠苏小姐一人，会不会出什么问题？万一林晨那小子真的改了性子，不上当怎么办？苏雅这个女人啊，上不了台面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已经准备了3类高阶美女。要苏雅一失败啊，他们几个就会跟上。职场精英勾她的事业心，豪门名媛勾她的虚荣心，清纯小白花勾她的同情心，层层递进，我就不信她守不住。少爷英明，林晨那个废物肯定禁不住这3重诱惑，到时候林家的一切就都是您的了。林晨，林家的万亿资产不是你这个刚回来的废物可以染指的。放心吧，很快我就会让你回到那个一无所有、只会当舔狗的可怜虫。虎爷，林晨那小子我查过了，月薪3500，命比咖啡都苦，每天就是抱着个猪脚饭不撒手的猪，马上就要到还款日期了，他能还上吗？他要是不还这个钱，老子就把他腰子割下来抵债。急什么？谁说我还不起啊？哟，这不是凌晨吗？怎么着，穿得人模狗样的，
借我的5万块钱凑够钱还了，还是说又来求我再向你借点？啊？我欠你本金3万，加上这次借的5万，连本带利一共10万，这里是15万，多出来的那5万算是给你的见面礼。凌晨兄弟，你这是发财了？算是吧。我知道，干你们这行风险大，赚的还都是黑心钱，迟早要出问题。这5万算是我给你的定金，给你个机会，带着你的人从良，跟我干。我给你们每个人开月薪10万，比你们在这放高利贷安稳得多。怎么样？多少？10万。老板，小虎愿效犬马之劳。非常好。啊哈哈哈！哎呦哈哈哈！哟，这不是我的大舔狗凌晨吗？消失了好几天，我还以为债务暴雷跑路了，怎么又回来了？就是，你穿了一身像样的衣服，装有钱人呢。他不是租来的吧？最近苏叶没再诈你钱了？估计是借不到钱了，现在又回来求公司收留，真是没出息。都围着干什么？不用工作了，办公室是议论他人的地方吗？凌晨，你这些天无故旷工，按照公司规章制度，本应直接开除。有什么事私下说，别在办公室影响他人。若你能给出合理解释，我可以帮你申请延缓处理。李主管，你先别处理我，我这几天不是无故旷工，而是去给大家找了位有钱的新老板，未来将带领我们走上更高的内容。凌晨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找了个有钱的老板，你从哪认识什么有钱人啊？少爷，这是您之前工作过的鼎盛科技的详细资料，请您过目。钟伯，我的考验计划已经想好，就从鼎盛科技开始入手。我在那里工作了3年，对公司的人员结构、运营模式都了如指掌。想要建立个人影响力，从这儿就不进入。少爷英明啊！不好意思啊，你们的新老板就是我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鼎盛科技的主人。你是鼎盛科技的主人，凌晨，我看你是还没睡醒吧？就是，鼎盛科技再小也是100万级估值的公司，你一个月薪3500的舔狗，买得起吗你？都没事干了，没事干就自己离职，别在这起哄。凌晨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你是谁在质疑我陈哥？苏雅怎么来了？不是说最烦凌晨这个舔狗吗？连消息都懒得回。对呀，以前凌晨给他送早餐，他都是直接扔垃圾桶的，这是转性了？陈哥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，让你受他们这么多委屈，都是我的错。你怎么来了？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，凌晨是我男朋友，他是什么身份，我比谁都清楚。他之前之所以那么低调，是因为想要考验身边的人，看谁是真心对他的，谁是那个趋炎附势的小人。啊？怎么回事？男朋友？苏雅不是老骂他是个阴魂不散的废物吗？怎么突然变成男朋友了？难道凌晨真的发财了？苏雅这是见风使舵，可这转变也太快了吧？陈哥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。之前是我不懂事，错把你的深情当成负担，还老是对你发脾气。我现在知道错了，你能不能再原谅我一次？以后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会支持你的。我太了解苏雅，趋炎附势，贪得无厌。如今这般讨好，无非是听说了我的身份，
想继续在我身上捞好处。我和你已经没关系了。老板，老板，鼎盛科技的股份转让书，还有公司的法人变更证明都已经办好了。现在，你们还觉得我在骗你们吗？从今天开始，鼎盛科技将会开启新篇章。愿意留下来好好干的，工资翻5倍，年终奖翻10倍；不想干的，现在就可以辞职，我会给一笔遣散费。老板，我愿意留下来，我一定好好干。老板，老板，我也愿意留下来，你一定要给我机会。好，非常好。那现在大家要好好工作啊！之前谢谢你的提醒和维护，改日必有重谢。老板客气了，这只是我的分内之事。他竟然记得我之前的提醒，看来他不是忘恩负义之人。这种自信心和气场，确实和以前判若两人。看来得拜托父亲好好调查一下这位新老板的身份，和他重新认识一下。就算你现在有钱了，骨子里还是那个舔狗。只要我稍微暗示一下，不信你抵挡得住我的色诱。只要你为我花1分钱，你就完蛋了。陈哥，对不起啊，我知道错了，真的知道错了。以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不该那样对你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，好不好？哦，知道错了。陈哥，只要你能原谅我这一次，你让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哦。凌晨以前对我百依百顺，就算现在有钱了，骨子里还是那个舔狗。我只要稍微示好，他就会心软。真的，什么都愿意？当然啦，陈哥，只要你能原谅我，你要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啊。那正好，公司员工最近都挺辛苦的，你去给全办公室的人都订一份午餐，就市中心御膳房的顶级套餐，每个人再配一套820的耳背。凌晨果然还是那个舔狗，等我彻底套牢他，他的钱还不都是我的？今天花的这么多钱，那可都是我的呀！今天先便宜他们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办，保证让他们吃得满意。那我先走啦，我打扰你工作喽。凌晨，你完蛋了！我可没说给你付钱。喂，爸。娜娜，当初你让我查的那个鼎盛科技的新老板林晨，我查到了，你可真是捡到宝了。没想到当时只是为了图个清静，随便找了一家小公司，竟然来了这么一尊大佛。爸，他到底是什么身份？林晨，他是林氏集团董事长林振雄的亲生儿子，失散了20多年，最近才被找回来。林振雄可是全球首富，1亿家产的继承人就是林晨。原来他真的是豪门少爷，难怪气质和财力变化这么大。娜娜，你别忘了，我们李氏集团现在已经岌岌可危了，马上就要掉下一流世家的行列。林晨是林振雄的独子，只要你能把握住机会，加入到林家，我们李家就能够起死回生了。可是我和他只是上下级的关系。你怕什么？凭借你的外貌条件，只要你稍微主动一点，他肯定会注意到你的。这是咱们李氏集团唯一的机会，你一定要把握住啊！凌晨，他确实和以前不一样了，自信、沉稳，还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。可是，我真的要为了家族利益去刻意接近他？我的天哪，这是御膳房的顶级套餐吧？还有这82年的拉菲，这一顿得花多少钱呢？这也太豪华了吧！
这是谁订的？林先生，您订的餐已经全部送到了。大家都停一下啊！今天这顿午饭是苏雅为了向大家道歉，特意请给大家。之前苏雅在公司仗着我对她有些好感，有些行为不太妥当，所以现在她主动要用这顿饭向大家道歉。陈哥，这饭不是你让我订的吗？怎么成我请的啦？让你订，但我没说要付钱啊。你刚刚在办公室里不是跟我说，只要我原谅你，你什么都愿意做。这顿饭可是你自己主动要订的，也是你愿意请给大家的，我可没逼你。女士，您订的餐总共是58万6千元，麻烦您结下账，可以现金、刷卡或移动支付。58万6千，这58万6千，凌晨，你故意的，你明明知道我没有这么多钱。不是你说只要我原谅你，你什么都愿意做，我只不过给你一个赔罪的机会。怎么，反悔了？原来苏雅就是打肿脸充胖子，我还以为老板请了，这一下惨了吧？谁让他以前那么嚣张？现在轮到他倒霉了吗？等一下，二少爷，快来救我！在鼎盛集团订了午餐没钱付，他们找我要58万6千。说点事，这你死了啊！还想让我给你擦屁股？自己想办法去吧。看来是没钱结账了。处理一下，要么让他把账结清，要么就把他交给相关部门一起来处理。陈哥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求求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现在就去找钱。啊，大吃用餐吧，不用管他。这顿饭算公司不对，算苏雅自愿请给大家的，只不过他还没结清而已。拿饭。二少爷，苏雅那边已经失控，要不要派人？不要，一个废物，丢了就丢了，控制下去，让他们按照计划行事。明白，二少爷。老板，这是咱们1号项目的前期调研数据，其中3家供应商资质最优，但调价偏高，我已经让助理去议价了。做得不错。相比于价格，供应商的稳定性更重，必要时可以让步，但底线要守住。陈哥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之前是我不懂事，错把你的深情当成负担，还老是对你发脾气。我现在知道错了，你能不能再原谅我一次？以后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会支持你的。我和你已经没关系了。没想到凌晨还有这么专业果决的一面。你主管还有什么事儿？没什么，老板，咱们新来的那批物料现在堆放在库房里，咱们要不要去看一下？走吧。老板，今晚的这个项目呢，已经完成了100%，然后咱们可以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帮你擦擦，真的不好意思。你小心点，这么莽撞怎么能行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刚毕业，来鼎盛科技公司面试实习生，我刚刚走路走太急了。你不用擦了，你也不是故意的，西装我自己会处理。既然是来面试实习生的，那一切就按流程来，能不能面上看你能力。先生，谢谢你，我一定会拼命努力工作的。去人事部报道吧，一切按流程面试。李少，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，装可离国同情，成功接近目标。
老板，这是年我整理的员工考勤报表，我给你送来了。是你？你怎么在这儿？面试结果这么快就出来了，倒是挺快。是啊，老板，人事部已经正式通知我入职，而且特地安排我来做你的专属秘书，说是跟着你多学习，帮你处理上琐事。既然是人事部的安排，那就各司其职。你先去熟悉一下秘书的工作流程，别出差错。好的，老板，我一定好好干。老板，看你这么辛苦，要不我来帮你按按摩吧？我在家里学了一点手法，肯定很舒服的。不用了，我没那么烧心，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，少搞这些没用的。对不起，老板，是我逾越了，我就是看您太辛苦，想帮您分担一下。我这手腕昨天整理报表整理的手很酸，就想着能帮你点忙。手酸就去休息10分钟，要是完成不了工作，就让人事部再派一个。我知道了，老板。老板，关于今晚的商界慈善酒会，我已经和主办方确认好了时间和流程，到时候不少行业大佬都会出席，对咱们拓展商业合作很有帮助。您今晚要不要前往？我可以陪您一同前往。哎，你也一起去，见识一下商界的场面，熟悉一下人脉的往来，对你以后的工作也有好处。好的，老板，我一定好好学习。走吧。领事馆势力也太豪华了吧，好多大人物啊！专注一点，别失了分寸。我们是来拓展业务、寻求合作的，不是来凑热闹的。少说话，多观察。我的脚！等下凌晨搀扶我的时候，我就让他送我去休息，趁机让他为我花钱买药，就能完成任务了。老板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的脚踝好痛，好像崴到了。酒店走廊尽头就有医务室，里面有专业的医生跟药品，你先过去处理一下。如果实在严重，让他开个诊断证明，算你工伤。知道了。喂，林少，我失败了。凌晨他根本就不上套。没关系，像现在这种场合，他对你有戒备心是很正常的。你就乖乖的待在他的身边，不要暴露了。今天晚上我安排了另外的事，今晚这种场合，我就不信他一个当了20年舔狗的命能挡得住虚荣心作祟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老板，这个项目合作可以。是白若曦，最年轻的国民影后。听说追求她的豪门子弟从街头排到了校委。果然名不虚传，这气质，这颜值，这太绝了。这要是谁能找她做女朋友，哇，简直太有面子了。是啊，也不知道今天在场的各位，谁能有幸和如此佳人共饮一杯？林总，久仰大名。我的天，白若曦居然主动给一个刚崛起年轻老板敬酒，姿态还如此主动示好，这凌晨是什么来头啊？哎呀，羡慕死我了！能让白若曦这种尤物主动搭讪，换做是我，花多少钱我都愿意。白小姐认识我？当然，鼎盛集团的事情我听说了。林总果然是少年英雄，我这个人呢又喜欢认识青年才俊，一起喝一杯。啊，幸会啊，白小姐。可我不怎么喝酒，抱歉。林总，确定这点面子都不给我吗？这里的红酒可不是普通的红酒，是特意从法国酒庄运过来的珍藏。你确定不让我尝尝看？可我没有给女人花钱的习惯。和我喝酒，和我喝酒。
一志，面对白若曦这样的女人，竟然舍不得出钱多买一杯酒，凌晨是不是疯了？哎，我的天哪，我真服了！换做是我，别说一杯酒了，就是一栋楼，我都愿意给白小姐。这份不为美色所动的定力，远比财富更令人侧目。到底怎么回事？白若曦都搞不定，这凌晨到底是装还是真变了？林总果然和其他男人不一样，有性格，我喜欢。开一瓶你们这儿最贵的酒，这杯酒我请了，以后林总再请回来就是了。我靠，不是吧？这种抠门的男人，白若曦竟然都不生气？难道白小姐就喜欢这种类型啊？白小姐如此盛情邀约，我再拒绝就是我不知好歹。这杯酒我喝了。多谢白小姐的酒，味道不错。我还有些合作要谈，失陪了。等会儿给凌晨先生的那杯酒里，把这个加进去，记住，手脚放干净些，不要留下任何痕迹。还好我提前买通了服务员，给你下了春药。凌晨，你以为守住不花钱的底线就够了？再怎么警惕，也躲不过药效发作。生米煮成了熟饭，也算破了考验的规矩。白小姐，久仰大名，我也喜欢 AA 制，不如我们一起喝一杯，我保证绝不让你花钱。娜娜，怎么样？今天晚上场合这么好，你和林晨先生有没有拉近关系？相处的还融洽吗？娜娜，你也知道，咱们李氏集团现在处境如何？如果再拖下去的话，真的就回天乏术了。爸，我和他目前只是上下级关系，而且今晚一直在谈工作，不方便说别的。而且，凌晨先生他和别的男人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再特殊，他不也是男人吗？是男人就需要女人陪伴。你呀，主动一点儿。凭借你的条件，还怕拿不下他？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必须要让凌晨对你产生好感，这是咱们唯一的机会。凭借你的外貌条件，只要你稍微主动一点，他肯定会注意到你的。这是咱们李氏集团唯一的机会，你一定把握住啊！林总，确定这点面子都不给我吗？和我喝酒，我不得不承认，凌晨先生的这份清醒、克制与正人君子气度，让我心生敬佩，甚至有了一丝异样的情愫。但我不会用算计的手段，我想凭借自己的真心和能力，让他认可我。好，爸相信你的能力，只要你能把握住机会，咱们李氏集团就有救了。记住，别错过任何能够接近他的时机。还有呢，还有回复。老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可能是今晚看的。我想上楼先休息一下，这里的事就先交给你，帮我向大家致歉。林总，快回去休息吧，工作再忙也得注意身体。合作的事儿我们改日再谈。来，老板小心。老板，老板，你先在这等我一会儿，我拿瓶水马上回来。凌晨，
这下你插翅也难飞了。等李娜把你安顿好，林墨答应我的好处能到手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回事？凌晨喝成这样，要是我把他放在这不管的话，万一出了点事儿怎么办？可我要是留在这儿……不行，他不清醒，这样太荒唐了。可他现在根本控制不住自己，怎么办？不是，现在你不应该在房间里吗？林少，大事不好了！我明明看到凌晨被李娜扶上楼了，这转眼之间人就不见了。废物，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啊！哎呀，我也不是故意的嘛。那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呀？再过一会儿药效就失灵了，那我们不就失败了吗？失败？我林墨就没有失败的说法。你现在赶快离开酒店，不要留下任何线索。至于凌晨，我自有后手。走。林总，你醒了，喝杯水吧。你记住啊，昨晚我没事儿，你昨晚意识不太清醒，我不怪你。若考验失败，你将被打回原形，回归原来的生活。对不起，我现在不能给你任何承诺。不用说了，我都懂。昨晚的事儿，就当是一场意外，我不会因此纠缠你，也希望你不必介怀，更不必因为我而放弃自己的原则。我们以后还是上下级的关系，往后各司其职就好。多谢，这份情我会一直记在心里。没事的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只恨之前目光都停留在苏雅那个 low 女身上，竟忽视了身边还有这么好的女人。娜娜，等考验结束，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。对了，林总，您不觉得昨晚您状态有些不太对劲儿吗？是该好好查查。老板已经查清楚了，白若曦买通了宴会厅的服务生，在您的酒里下了药，监控视频和服务生的证词都在这里了。另外，我们还调查到白若曦私下跟二少爷林墨有频繁的联系，这次的事肯定是林墨指使的。看来我那个素未谋面的哥哥，为了阻止我通过考验继承家产，给我准备了不少啊！林墨这也太过分了，居然使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我们要不要把证据交给林董？不用，现在还不到时候，留着他，才能让考验更有意思。至于他准备的那些手段，我自认为知道。林总，我可以进来吗？进。老板，说是你要的项目跟进表，我整理好了。刚才听到你们在里面说要查什么事情，如果有需要用到我的地方，你尽管吩咐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没什么，只不过处理一些跳梁小丑的把戏。你刚入职不久吧，先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就行。我知道，老板，我一定好好工作，绝不辜负你的期待。林总，林晓这个时候进来，未免也太巧了些，说不定
他就是铃木安插在你身边的眼线。我知道，既然他想演，我就陪他演到底，正好还可以看看林诺接下来能玩出什么。喂，林少，不好了，林少好像已经发现白若曦的事了，他会不会已经怀疑我了？慌什么？这点小事都沉不住气，就算他怀疑你又怎么样？他又没有证据。白若曦呢，已经失败了，接下来就只能靠着你缠住他了。记住，你只要让他给你花1分钱，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。好的，林少，我一定帮你拿下他。都说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，首先要抓住他的胃。我准备邀请他来我家吃饭，用厨艺讨好他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很不错，不过注意分寸，别暴露了。要是失败了，你也别想在江城立足了。好的，林少，我一定做得到。林晨，这次我一定要让你栽在我手里。哼！老板，您辛苦了。看你最近一直在忙项目，肯定没时间好好吃饭。我周末有空，想邀请你去我家吃顿便饭，就当感谢你给我实习机会。您看可以吗？看来是要开始了。也行，正好最近有空，那就打扰你了。不打扰，不打扰。那我周末提前准备，地址晚点发给你。老板，你真的要去林小家吗？他心思不纯，万一有阴谋怎么办？我就是要看一下他的阴谋到底是什么，正好趁这个机会彻底弄清他跟林墨的关系，顺便再给他个教训，让他知道不是什么人他都能算计。林墨，我的好哥哥，放我过来。陈哥，快尝尝，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。老板，您来了。路上辛苦了，快请进。麻烦你了。对了，我吃饭比较挑，您多费心啊。放心吧，老板，有什么需要尽管提，保准让你满意。既然你厨艺这么好，那我就提几点要求。我想吃清蒸鱼，必须是3斤重的长江刀鱼，不能是养殖的，养殖的太腥。然后就是鱼刺，必须得一根不剩，手工剔除，不能破坏鱼肉的整体形状。啊，对了，再来个文火慢炖的鸡汤，必须要炖够4个小时，无油无盐，同时必须得鲜。老板，这怎么做不了？那我还是换个地方吃饭吧。哎，别，你也不用太灰心，只要我对这一桌子菜满意，不管是工作上的特殊关照，还是其他任何你想要的，无论是化妆品还是名牌包包，我都可以送你。毕竟我向来赏罚分明。放心吧，老板，我现在就下单食材，一定让你满意。林晓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也不想啊，林少，那个凌晨非要吃这些东西。长江刀鱼本就稀有，3斤重的更是难寻，价格昂贵暂且不说，关键是野生的那是保护动物，是不能私自捕捞和售卖的。一旦被查触及红线，我就身败名裂了。你是想害死我吗？不是林少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呀？解释啊！还要手工去刺1根不剩，要熬4个小时的母鸡汤，无油无盐还要鲜，这一点就连米其林5星的大厨都不一定做得到，你做得到吗？我知道有点强人所难了，但林晨说一旦满足他这个要求，他就会送我包包和化妆品，这样一来，他的考验不就失败了吗？他真这么说？千真万确。这样的话，倒是可以试一试。这样，你在家等着，不管多少钱，风险多大，我都会帮你搞到这条刀鱼，而且我还会帮你请一个米其林5星的大厨和你连线。谢谢林少。
告诉老莫，我想吃鱼了。你去告诉老莫，帮我弄一条3斤重的长江刀鱼，1个小时之内放在指定的地方。价格他开。二少爷，这东西碰不得的，最近监管查得严，一旦被盯上，你懂什么？风浪越大，鱼越贵。事成之后，给老莫1000万，包他下半辈子衣食无忧。明白。林晨，为了这万亿家产，这点东西不算什么。我之前虽然是舔狗，但现在我已经彻底觉醒，这些要求应该足以让他们知难而退了吧。林小姐，袁绍安排的东西。谢谢。老板，我订的食材到了，你再等一会儿，保证让你满意。不会真做到了吧？林小姐，我是林少安排的米其林主厨，稍后我会指导你完成2道菜。首先处理刀鱼，野生刀鱼肉质新鲜，去刺需要双用的镊子，先用鱼鳃处开口，顺着鱼骨慢慢剔除，每根细刺都不能有残留，还要保证鱼肉的完整。动作轻一点，握住镊子的力道要均匀。大叔，鱼肉被我弄破了，这怎么办啊？作为一个不是专业的厨师，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。现在只能修补，用刀把破损处修复平整，后续蒸制时用保鲜膜浸湿。另外，鸡汤也要开始炖了，选用老母鸡，先焯水去血抓，用文火慢炖，想无油无烟的走出香味，全靠食材本身的精华，所以要不停地撇去表面的浮渣，保证汤色清亮。说，老板，查到了，林默通过黑市让人弄了一条野生长江刀鱼，花了1000万，1000万买条保护动物，还安排了米其林大厨远程指导林晓。这林默还真是下血本，黑市那边已经让我们的人控制了，随时可以拿下，不用着急动手，先做好取证就行。明白。时间够了，看看鸡汤炖得如何。林小姐，尝尝鸡汤的味道。大厨，这鸡汤很不鲜，怎么办呀？这无油无盐，确实难出鲜味，只能靠母鸡的胶质和骨髓。要是再炖上几个小时，或许会好一些。但是现在时间来不及了，这样你用刀背敲碎鸡骨，让骨髓进入汤中，或许会鲜一些。林小姐的天赋还是不错，虽说算不上完美，但几乎也合格了。谢谢大厨。老板，菜做好了，你快来尝尝，味道合不合适？卖相不错，只是让我等的有点久。对不起，老板，只是这2道菜太难做了，不过我保证味道绝对一流。这刀鱼纯野生的，市面上根本见不到。我用专门的镊子从鱼鳃开口，把里面的刺全挑了出来，足足花了1个小时。最后蒸的时候用保鲜膜定型。您放心吃，绝对不会卡刺。不错不错，你用心了。哦，还有这鸡汤，我炖了足足4个小时，用的是老母鸡，中间焯了3次水去血沫，而且还不停的撇浮沫，这才保住了汤底的清亮。后来味道不够鲜，我又用刀背敲碎鸡骨，把骨髓全熬进了汤中，鲜劲全从食材本身提出来，全程无油无盐。你快尝尝。很好，你完美的达成了我的要求。太好了，老板，只要你满意就好。只不过，不过什么？不过我不吃鱼肉。老板，您说什么呢？您说什么呢？
我说我不吃鱼肉，不管是野生的还是养殖的，哪怕你把四期的一根都没有，我也不碰。好了，这场闹剧也该结束。我不管，我做了这么多，绝不能失败。老板，我是真心喜欢你，你就从我吧，我什么都愿意为你做。可悲。老板，我是真心喜欢你的。我操！老板，是否需要处理？不必脏了手，通知人事部立刻开除林晓，并不录用。老板，你什么都知道。林晓，怎么样？凌晨有没有给你花钱啊？证据呢？怎么回事？他根本不至于啊！废物！你没用的废物！二少爷，白小姐已经按照您的吩咐离开江城，宁巧那边恐怕是自身难保。职场精英，清纯小白花，神以后都没能拿下凌晨。要不要我换个思路？换个思路？不用。他们之所以会失败，是因为他们不够特别。对凌晨这种当了20年舔狗的废物来说，寻常的女人当然拿他没办法。啊，不过杀手锏我还留着呢。既然绝世美女、清纯小白花对他不起作用，那白月光呢？我相信天底下没有哪个男人能抵得住白月光的杀伤力，尤其是凌晨这种。白月光，二少爷，这个小女孩是从小和凌晨一起在孤儿院长大的。那时候凌晨可是把她放在心尖尖上的。不过后来这个小女孩被一个人给收养了，自此他们就断了联系。凌晨因为这件事情消沉了许久。难道说？没错，收养这个小女孩的人就是我，她叫苏念，她在江城艺术学院当高材生呢，气质和身材都是一流的。这些年我一直把她养在外面，本来想着另有用途，没想到在这倒是派上了用场。这下凌晨死定了。行了，去通知一下苏念，让他准备一下，我要让他以最不经意的方式出现在凌晨的面前，叫凌晨递给他一瓶水，为他撑一次伞，那么我们就赢了。明白，二少爷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我就不信凌晨挡得住白月光的杀伤力，这万亿家产注定是我的。当时林晓的表情一定很精彩。你是没看到，他当时脸都白了。我是没想到林墨为了破我的考验，居然没底线到这种。匆匆那年，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？陈哥，这是我今天找妈妈的偷的，没关系。匆匆那年，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。陈哥，这个你拿着，不要淋感冒了。那你呢？我跑得快。拜拜。拥抱着思念，也没能羽化成仙。不过这一段情，每空反复在排练，是岁月宽容恩赐。你们谁要是再敢说他一句，我就跟他拼命！陈哥，陈哥，一定要等我，我会来找你的。等我。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。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，
我们认识吗？苏念，我是林晨。陈哥，真的是你吗？陈哥，我真的还没有想到还能再遇见你。当年被领养之后，一直想找你来着，但是爷爷跟我说孤儿院搬了地方，好多年都没有消息呢。我也尝试过找你，但得知你被领养之后，我只希望你能过得幸福。这几年你过得好吗？爷爷对我很好，把我当亲孙女一样。那就好，过得好就行。只不过爷爷年纪大了，总想为我安排好一切。我喜欢画画，但他觉得画画不务正业，说让我找一家公司做行政，说稳定。陈哥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很任性啊？明明爷爷是为了我好，但我却总是违背他的意愿。不会，喜欢一件事没有错，你爷爷那是担心你，但我认为真正的关心应该是尊重你的选择。谢谢你啊，陈哥。有时候我在想，如果一家人之间能互相多一些理解和包容就好了。爷爷对我好，他知道要给我什么，却不知道我需要什么，这对我来说很苦恼。陈哥，你会理解我的感受吗？我能理解，被人以爱之名束缚，比任何职责都让人难受。谢谢你啊，陈哥。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跟人聊天了，可能是见到你，我心情都放松了许多吧。爷爷年纪大了，上次我回去看爷爷，他的白头发和脸上的皱纹也越来越多了。其实我一直想留在爷爷身边报答爷爷的，但是爷爷说我长大了，不能一直留在农村，让我去城里好好打拼。爷爷是为我好，我想留在他们身边，因为我知道我不在他们身边，他们会很孤单的。有点不对劲，这苏小姐的话句句都在勾起林总的同情。苏小姐，你没有想过把爷爷接到城里来吗？我想过呀，想过把爷爷接到城里来，但是爷爷总是放心不下他的茶山，说要一辈子守着他精心栽培的茶叶。茶山？苏小姐，你爷爷的茶山在哪里？茶叶的品质应该很不错吧？啊，对，在深山里，没有污染的，而且爷爷做了几十年的茶叶了，手艺很好。哎，陈哥，你要不要品尝一下爷爷的手艺啊？当然可以。你对我来说挺特殊的，不收你钱也没关系。但是你也知道，爷爷年纪大了，他体力也是越来越跟不上了，所以……应该的，不能让爷爷白忙活。真的吗，陈哥？那我就按照朋友的价格算你好不好？560一两，1200两，2500半斤。你看你需要多少？我回头让爷爷给你寄，都是刚炒好的新茶，可新鲜了，口感最好了。先要半斤吧，麻烦你。那我去准备啊。老板，您难道真的要购买苏念的茶叶吗？您难道没觉得不对劲吗？他出现的太巧了，刚好在林晓失败之后，而且句句都在引起您的同情，这分明是有备而来。你关心我，我清楚，但苏念不是你的人。我从小跟他在孤儿院相依为命，他的为人我……可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人是会变的。够了！李主管，我自有分寸。这件事你别管。我们不能一起，也许是我没那么好的运气，陪你淋你想淋的雨。我就说了吧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能挡得住白月光的杀伤。二少爷对人性的把控简直厉害，用不了多久，凌晨就会考虑失败，滚回挂月了。这样，你马上去给苏念发条消息，这一次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。好。陈哥，
陈哥，这是茶叶，爷爷亲手封装的，还带着茶香呢。麻烦你和爷爷了。没有的。哦，对了，陈哥，你把钱转给我就行，我再转给爷爷。这些年你一直和你爷爷待在一块儿吗？有没有遇到过什么特别的人，或者又受过谁的照顾？我一直和爷爷住一块儿啊，只不过我后来来城里上班之后才搬来城里的。平时除了上班就是画画，也没有遇见什么特别的人。直到遇见你，陈哥，和你待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总觉得很放松，就像回到小时候在孤儿院那些日子，没有那么多烦恼和束缚。只不过我有时候在想，你这么优秀，身边也有很多优秀的人，也会遇见比我更有趣的人，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，把我给忘了。但我仍为你心动，一如我们初见时那般。茶叶我就收下了，只不过今天出来的急，没带现金，手机刚好也限额了。过几天你来鼎盛科技找我，到时候我把钱给你。没事，我不着急用钱的，陈哥，到时候你方便的时候再给我也行。先拿回公司，我还有事儿，就不陪你了。一路上小心哦。陈哥。怎么样？他给你花钱了吗？他说他没钱，手机也限额了，让我过几天去他公司拿。限额？他那张不限额的黑卡怎么可能限额？他就是在试探你们。不过没关系，你就听他的，过几天去他的公司，到时候说一说爷爷多辛苦，你装一装可怜，他到时候念及就行，就会把钱给你的。可是我总觉得他发现了什么，云上，要不咱们还是换一个人吧？他发现什么？你别忘了，这些年是谁在花钱栽培你？你只要记住你的目的就行了，就是弄到他给你花钱的证据。你要是搞砸的话，你知道后果的。我明白了，我会办好的。去吧。你好，您找谁？哦，你好，我找凌晨林总，我叫苏念，他让我过来找他的。请问有预约吗？没有。那恐怕不太行。这……我来吧，苏小姐，请。苏小姐，林总这人最是念旧，但正是因为念旧，他才更容易被信任的人伤害。而一旦被伤透了心，他的决绝远比任何人都彻底。所以有些人有些事儿，最好能及时止损，免得连最后仅存的回忆都不剩。李主管，我懂你的意思，陈哥他确实值得被好好对待。这些年我过得身不由己，再见他，只盼他一切安好。他身边有你这样心思通透、真心待他的人，我也就放心了。苏小姐明白就好，林总已在里面等你了，进去吧。来了。陈哥，知道你工作很忙，特意给你炖了汤，补补身体。哦，对了，爷爷让我问你，茶叶喝着怎么样？喜欢的话，回头再给你寄些。茶叶很好，但我更想知道，你来找我除了拿钱，还有没有什么别的话想说？陈哥，先喝汤吧，凉了就不好喝了。老板，这是刚上来的调查资料，关于林墨最近的行踪，还有一位他和姓苏的小姐的联系记录，请您过目。你真的没有话想对我说？陈哥，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那天我没有当场给你钱，是我给你的最后机会。你若是能主动坦白，或许我们还有转圜的余地。对不起。
如果好像都是你走吧，把你的茶叶给带走。一切都是伪装的，那么爱是什么？痛是什么？什么又是真的？原来他就陈哥，这个你拿着，不要淋感冒了。那你呢？我跑得快。拜拜。只有我，那又如何？原来我不是唯一的，不是秦哥。你们谁要是再敢说他一句，我就跟他拼命！陈哥，过去的也只有我，那又如何？他好像爱我。林墨的确很懂人心，可他不明白的是，白月光的杀伤力就在于，多年后即便是他本人站在我面前，也不行。老板，林墨与黑市交易野生盗鱼的完整资料已经准备好了。很好，林墨处心积虑算计我这么久，也该让他尝尝自食恶果的味道了。3天后，林氏集团举办的慈善晚会上，我要让他在所有人面前身败名裂。老爷，少爷最近做得很不错，不仅化解了林墨设下的几次陷阱，还依靠鼎盛科技的项目在业内打响了名声，这个人影响力啊，那是越来越大了。不错呀，这才像我林振雄的儿子吧，没有被美色和诱惑打倒，这比我预想的还要出色呀。可是老爷，林墨最近那是越来越疯狂，要不要我出面制止一下他的行为啊？不用，这考验还没有结束，这点风浪必须让他自己去面对。只有让他彻底学会了如何去应对商场和家族的阴谋诡计，他才能彻底的扛起这林家的重担。3日后的慈善晚会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林晨就是我林家的嫡子。我要好好的看看他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。首先，感谢各位今晚能够拨冗出席我林氏集团的慈善晚会。林家能有今日，离不开诸位的支持。但是，今晚除了慈善义卖，我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台下这位林晨，就是我失散20年的亲生儿子，是我林家唯一的嫡子，是我林家名正言顺的血脉。这些年，他虽然流落在外，但是凭着自身的能力站稳了脚跟，这何惧我当年的风范呀！今后我林家诸多事宜，我会多交给他去历练，还盼望诸位能多给这孩子一些扶持和关照。哈哈哈哈！林贤侄，恭喜恭喜啊！早就知你绝非池中之物，今日一看，果然年少有为啊！诸位，这是小女李娜，现如今在鼎盛科技辅佐林贤侄，还望以后是多多关照啊！林总年少英雄，未来可期啊！我家小儿与林少年纪相仿，以后定要他们多向林少请教。林总以后有什么差遣，尽管吩咐我们。林总好福气啊，是那个好女儿，这
这是要一飞登天，教育豪门啊！继承家产，是不是有些太心急了呀？林晨，别得意的太早，这场游戏还没结束呢，我还有最后一张底牌没有用。底牌，不过是些上不了台面的手段吧。这一次，打算安排谁到我身边？放心吧，这个人你绝对想不到。凌晨，你该不会以为把我送去相关部门，我就会身败名裂，彻底翻不了身吧？是林墨救的。没错，是二少出手替我付了那586000的餐费，还替我解决了所有问题。凌晨，你当时那么羞辱我，今天这笔账我就跟你算清楚。各位，我叫苏雅，曾经是凌晨的女朋友。我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，对他掏心掏肺，可他呢，一朝认亲，发达了之后就翻脸不认人，不仅当众羞辱我，还狠心要抛弃我，他简直就是个始乱终弃的渣男。我要求凌晨赔付我精神损失费、青春损失费共计1000万，这是他欠我的。凌晨，听到了吗？这个就是始乱终弃的代价。这不是国民女神白若曦吗？他不仅始乱终弃，还试图对我施暴。那天的商业酒会上，他故意灌我酒，还在我的酒里下药，试图强奸我。要不是我发现及时，我早就遭了你的毒手了。今天我要让大家知道他的真面目。我要求他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5000万，还要当众给我道歉。各位，这是当事人给我的证据，还有一份身体检查报告。天哪！白若曦是国民影后，粉丝无数。这件事要是真的，凌晨这辈子不完蛋了。凌晨，我要毁了你，彻底让你失去继承人的资格。啊！还有我。我是鼎盛科技前员工林晓，凌晨因为我拒绝他不正当的需求，就非法把我开除，还说我在江城没有立足之地。我要求他恢复我的工作，并且赔付我2倍工资和精神损失费，共计100万。没想到凌晨是这种人，刚成为嫡子就爆出这么多黑料，始乱终弃，意图强奸，非法开除员工，简直劣迹斑斑。林董是不是看错了？这样的人怎么继承林氏集团？说不定是这3个女人联合起来污蔑他。不过这3人都这么说，恐怕是真的。凌晨，我劝你现在就把钱赔给我们，否则我们就报警，让你身败名裂，蹲大牢去。没错，要么你给我公开道歉，要不我们就诉诸法律，让大家都知道你的真面目。到那个时候，别说继承家产了，就算在江城立足都成问题。是啊，各位，求求你们帮帮我吧！我只是一个普通员工，根本斗不过像凌晨这样的豪门少爷，就这样随意践踏我的自尊和工作。我只是一个普通员工，根本斗不过像凌晨这样的豪门少爷，就这样随意践踏我的自尊和工作权利。爸，你也听到了，像凌晨这样的人，品行不端，劣迹斑斑，
他根本就不配当林家的继承人，更加不配掌管林氏。滚出去！滚出去！出去！滚出去！渣男出去！你们这是污蔑！污蔑！难道我们3个人会污蔑他一个吗？凌晨，你敢不敢把证据拿出来，证明你的清白呀？凌晨，你一个从小在市井长大的小瘪三，拿什么和我斗？这场考验我赢定了。老板，所有资料都已准备妥当。凌晨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想干什么？难不成你还想威胁？威胁你？你们还不够资格！你说我始乱终弃，羞辱你？难道不是吗？你发达了之后就一脚把我踹了，这难道不是事实吗？我给你当了3年舔狗，你却对我的深情肆意玩弄，游走于多个男人之间。为了你，我背负巨额债款。现在你倒是敢倒打一耙了！你别在这胡说！我胡说？把东西拿出来，让大家看看我这位深情前女友真面目。这里是林总这些年向我借下的高利贷，总共48万8，而这是苏小姐的银行流水，上面有完整的流水明细，其中80%来自于红包转账，这足以说明苏小姐是个捞女的身份。原来是个捞女啊！跟她这种货色啊，待在同一个宴会厅，真是降低我的档次。哎，是的，不是，这是伪造的，这一切都是伪造的。凌晨，你故意伪造这些证据来污蔑我。本来念在旧情上，打算对你小惩大戒之后就放了，没想到你非要置于我死地，那就别怪我了。白小姐，你说我对你下药图谋不轨，那不如让大家来评评理。各位，是白小姐给了我5万块，让我在林先生的酒里面下春药，事后还要我在他的酒杯里面销毁干净。这是他给我的转账记录，还有我们的聊天记录。这么一说，真正图谋不轨的是白若曦。估计是看到林少爷认亲后，想要加入豪门吧。亏他还是国民以后，这心思这么歹毒，居然还给人下药。以前就觉得他绯闻多，原来是真的没有底线，这下他是真的要凉了。你撒谎！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收了凌晨的钱，故意来陷害我，我根本就不用指使你。我没有。你要是没指使我，为什么要给我钱？为什么要我删掉所有聊天记录？我知道我做的那些事儿都是犯法。这段时间我一直惊魂未定，是林先生给了我自证清白的勇气。这件事究竟是你撒谎还是我撒谎？酒店监控自会给你说。你不是律师吗？敢问下药未遂怎么判？白小姐，这种情况我也无能为力。你给我的报酬，我会让我的秘书全额退还。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你回来！凌晨，这不是我想做的，但是林墨他逼我的。他说如果我不照做的话，他就要封杀我，毁了我的前途，还要去乡下伤害我爸妈。不是我。你胡说八道啊！我什么时候逼迫过你啊？我看你就是贪慕虚荣，想攀附林晨不成，现在还倒打一耙来栽赃我。把这个疯女人给我拖出去！来人啊！那我呢？你非法将我开除，血拼之命还在我身上呢。你说我因为你拒绝不正当要求开除，那我倒是想问问，我提过什么要求？请各位前辈为我做主，凌晨是我老板，他周末非工的时间来我家吃饭，这是一个正常领导对下属的要求吗？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还好我留了一手。我的办公室可是有监控的，可以清晰的证明是你邀请我，而非我要求你。好啊，按你这么说，我作为下属邀请你去我家吃饭出于好意，可你呢，数次刁难我，还对我提过分的要求，我没有达到就把我开除，这是违反劳动法了。故意刁难？那你倒是说说看。请大家为我评评理，他周末要去我家吃饭，我好心答应了，可他却提出非人类的刁难，要3斤重的野生长江刀鱼，而且还得手工剔出每一根鱼刺，还不能破坏鱼肉形状，还要煲4个多小时无盐无油的鸡汤，汤色清亮还得鲜，这根本不是吃饭，是在折磨我。我没有达到他的要求，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把我开除了，这难道不是滥用职权吗？这要求确实很过分。这就算是顶级大厨做出来也很难吧，更何况是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小女孩。凌晨，就算林晓是你下属，你也不能故意这么刁难她啊！职场上不是发泄情绪的地方，你这么做如何服众啊？刁难？我倒是想问问，
我何时强迫过你做这些？分明是你想攀附我，我顺势提出要求，检验一下你的诚意吧。但我是真没想到，你为了攀附我，居然连动物保护法都不顾。带上来。我是黑市做食材生意的老莫。前几天林家二少爷联系我，出1000万让我弄一条3斤重的野生长江刀鱼，还特意嘱咐我1小时内送到指定地址，给林小小姐完成林晨少爷的要求。这是转账凭证啊！你都知道？你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，却不知道你的每一步算计都在我的掌控中。野生长江刀鱼是国家保护动物，买卖不捞都是犯法的。林默竟然敢铤而走险！原来不是凌晨刁难下属，而是林默故意设局啊！就是，你放屁！你是林默安插在我身边的眼线，屡次越界干扰工作，泄露项目信息，开除你，本就是从轻发落，何来非法一爽？我错了，老板，我知道错了。晚了，跟相关部门解释去吧。林默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爸，您听我解释。我对你。爸，你听我解释啊！这一切都是林晨设的局，是他收买老莫，还有李想，他们故意栽赃陷害我，他们想夺走本该属于我的一切。对你忠心耿耿，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？林少，就不要再狡辩了，你做的那些肮脏事情，我这里也有证据。苏念，你要做什么？我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你竟然背叛我！养我？你只不过是把我当成棋子和工具罢了。从你找到我，告诉我凌晨的身份，让我装作他的白月光接近他，再到逼我向他卖茶叶，引诱他花钱，这每一步你都算得清清楚楚。你从来没有把我当人，只是把我当成了争夺家产工具而已。苏念，你记住，你的任务就是让凌晨为你花钱，哪怕只是一杯水。只要他破了戒，继承权就归我了。人性不是你能随意操控的，苏念能站住，不是背叛，是解脱。陈哥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被林默利用，冒充你记忆中的那个人伤害你。那段年少时的回忆，是你心中最纯粹的光，我不该去玷污它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你能及时醒悟就好。把二少爷带下去吧，今天丢的脸够多了。爸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爸！我对你忠心耿耿啊！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帮你打理公司，开拓海外市场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不能这么对我！忠心耿耿，这些年你暗中私下培养自己的势力，为了不让你难堪，我一直没有拆穿你。我以为你至少在大是大非面前分得清对错，可你呢，竟然派人陷害你弟弟，想让他永远失去继承人的资格，这就是你说的忠心。这些是二少爷的劣迹，银行流水、真证、物证都齐，也没有半点虚构。我收养你这么多年，一直对你悉心栽培，可你呢，竟然为了争夺家产，屡次算计陈儿，用的还都是些下三滥的手段。我对你真是太失望了。我在公司辛辛苦苦打拼了这么多年，我兢兢业业，我帮你分担多少压力？可是为什么凌晨他一回来就可以继承外地的家产？他不过就是一个做了20年田主的废物！废物！陈儿，他守得住自己的本心，不为美色和诱惑所动。在商场上，他可以独当一面，化解你设置的所有陷阱。这才是我林家继承人该有的样子。而你呢，也会耍一些阴谋诡计，心胸狭隘，永远成不了大事。即日起，撤销林默在林氏集团一切职权，禁足林家庄园西侧院落，派人24小时看管，听候发落。还有你们3个，朱雅、白若曦、林晓，涉嫌诽谤、诬告、非法交易、泄露商业机密等行为，交由警方依法处置。林董明察，林二少心思歹毒，做事不择手段，确实不配执掌林家事务。林贤侄处事沉稳，证据确凿，又能守住底线，这才是林家正统继承人呐。凌晨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明文不离了。
今天还真是惊心动魄，还好你早有准备，不然真的被林墨给得逞了。我早料到林墨会在晚会上突出而至，提前让火爷准备了所有证据，就是为了让他那3个女人当众行刑。倒是你刚才那么激动的为我辩护，不怕被牵连？我相信你，就像相信我自己，而且我也不能真的看着你被人污蔑。现在考验还没结束，还不能表明我的心意。太晚了，我送你回家吧。少爷果然猜的没错。老爷，小少爷最近表现的可真不错啊！不仅成功的化解了危机，还在行业内部树立了威信。鼎盛科技的市值最近可暴涨了近30%啊！这完全达到了考核的核心要求啊！我就知道这孩子不会让我失望的。他已经从那副舔狗模样彻底觉醒，不仅守住了底线，而且展现出了远超同龄人的商业天赋和应变能力，这比我当年更厉害呀！李默那里给我看好了，加派2倍的人手，不能让他再搞出什么乱子了。我对他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是，老爷，这考核还有1个月才结束，少爷那边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这剩下的时间就看他能否坚守到最后了。至于林默，他性格偏执，绝不会轻易死心的，就让凌晨自己多留意吧，这也是对他最后的力量。奥少爷，你安分些。他妈的，滚！都他妈给我滚！唉，凌晨，不要以为你行了，我告诉你，我早晚有一天要让你失去一切。少爷，我让你安排的人安排怎么样了？少爷都准备好了，但咱们真的还要继续跟凌晨做队伍。苏雅如今已经被警方带走，估计要蹲一阵子。而若曦的人设彻底崩塌，代言全撤，业内没人敢用他。你小也被各大公司拉黑，在江城混不下去了。你群没用的废物！我派了3个人过去啊，连一个凌晨都搞不定，现在还让他出名了。尤其是那个苏念那个贱人，他竟敢背叛我！凌晨太过警惕，又早有准备，要不好安分点。你也觉得我会说什么？我也对，现在一般的女人拿凌晨没有办法，他现在早就看透了那些心怀鬼胎、趋炎附势的把戏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呢还有最后一张底牌，这张牌他绝对想不到，就算他千防万也防不住。二少爷，您的意思是？白若曦他们3个都是我派过去的，凌晨一早就有准备了。不过这李娜可不一样，她是凌晨自己选择信任的人，也是他心动的人，是凌晨自己把她留在身边的。哦，二少爷，您的意思是从李娜身上入手？可他是凌晨的得力助手，又深得他的信任，你就是因为那是他最信任的人，那才是我们最致命的突破口啊！凌晨呢，对他心动，可是又碍于考验，不能表达这份心意，而这份克制就是他最大的死穴。别忘了，考验还没有结束，只要凌晨为他花1分钱，赢的就会是我。少爷英明啊，这样。你呢，去找几个靠谱的，不用露脸，就去盯紧李娜的行踪，到时候找个机会把她抓过来，别给她弄伤了啊！最重要的是，一定要告诉凌晨，要让他带着1000万的赎金过来救我，必须让他本人亲自过来，
得用现金交易，不能报警，不能口头审。1000万现金，凌晨会不会察觉是您干的？毕竟除了您，也没人会用这种方式击打破戒。察觉又怎么样？他有证据吗？再说到时候李娜已经在我们手上了，他哪有时间去纠结这是谁做的？哎呀，考验还有1个月结束，他要么就看着李娜死，要么就拿1000万过来救你，怎么选，那都是一个事情。明白，二少爷，我这就去办，保证万无一失。去吧。啊，凌晨啊凌晨，这林家的万亿家产一定守。你越是喜欢李娜，你就越会栽在她的手上。我真是迫不及待的想看看你一败涂地的样子。或许我该主动一点，让他知道我的心意。你们是谁？为什么要绑我？李小姐，别白费力气，我们只是想要点钱，已经给你家林总发过信息，只要他乖乖把钱送过来，我们就放你走，绝不伤你分毫。你们是冲凌晨来的？你们要多少钱？我家里有钱，我可以给你们。我现在让家里人转账，你们别找凌晨，他现在有很重要的考验。考验？我们只认钱，1000万现金，1分都不能少。凌晨要是赶不来或者报警，那你就等着让他陪你收尸吧！啊！凌晨，这是一个针对你的局，别来，千万不要来。喂，你啦，现在在我手上，准备好1000万现金，2小时内送到城郊废弃仓库，只能你一个人，不许报警，晚1分钟就对他不客气。老板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李娜被人绑了，绑匪要我带1000万现金，独自送过去。1000万？这分明是冲您的考验来的，肯定是林默干的。他就想逼您为女人花钱，让您失去继承权。老板，我们报警吧，我带兄弟去救人，肯定能把李小姐安全救出来。不能带人手，你不能报警，绑匪手里有人质，万一打草惊蛇，他们狗急跳墙杀害你，那怎么办？我们赌不起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？难道要破坏考验，送1000万过去？凌晨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高利贷碰不得，你为了苏雅值得吗？他根本就不是真心对你的。你在公司工作3年，你的人品我清楚，别因为一时糊涂毁了自己，赶紧回来吧。有什么事我们一起想办法，别去借这笔钱。有什么事私下说，别再半个去影响他。若你能给出合理解释，我可以帮你申请延缓处理。林总，你醒了，喝杯水吧。我没事儿，你昨晚意识不太清醒，我不怪你。 10年舔狗一场空，我以为我早已不在乎任何人，可是李娜不一样，考验没了可以再争取，家产没了可以再赚，可是李娜没了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准备钱吧。可这1000万一花，您的继承权就彻底没了，您这几个月的努力，林总的期许就全都白费了。林默就是知道你重情重义，才设下这个圈套，你不能让他得逞啊！廖叔，我意已决，你暗中带人在仓库外围守着。 只要听到我的暗号或者绑匪要伤害你那时再冲进来，我要让林默知道，就算我破了考验，也绝不会让他得逞。走，我必须救。钱带来了，就你一个人。人我要带走。 钱都在这，
林少倒是爽快，可惜啊，得按我们的规矩，钱先留下，人我们再放走。我要确认他的安全，如果他少了一根头发，这钱你们一分也拿不走，而且你们也走不出这座仓库。少废话，有钱放人，没得商量。你要再磨蹭，就让这女人添点伤，让我解开她的绑缚，确认她的安全，否则我现在就汇了这笔钱。凌晨，你不该来的，这是林墨的圈套。你为什么要为了我毁了你的考验？没关系，我只要你。凌晨，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啊！居然为了一个女人，亲手把继承人的资格送到我的手上。二少爷，哎呀，你说你啊，这些年变聪明了不少。我派过去的女人，你都能躲得开，可是偏偏就栽在了情这个字上。果然，10年的舔狗本性是刻在你骨子里的。只不过是换了一个人舔罢了。林墨，你也太卑鄙了，居然用我来威胁凌晨，你算什么本事？卑鄙？这能叫卑鄙吗？要怪就怪你太重要了，他太在乎你了。他以为老老实实的坚守本心就可以安然无恙吗？其实他不知道，他最在乎的人才是他最大的软肋。他现在为你花了1000万，他已经输了。林家的一切从现在开始就都属于我了。哦，是吗？哦，是吗？爸，您怎么在这？你给我住手！爸，您来的正是时候啊！凌晨为了救这个女人，他花了1000万。按照规定，他已经失去了继承人的资格。这就是证据，这就是那1000万。凌晨他输了。爸，他说的没错，我的确违反了规则，愿赌服输。我还是陈二，你真的以为我给你设下考验，就只是为了让你做一个不为女人花1分钱的人吗？难道不是吗？你错了，我之所以设下考验，核心就是为了让你摆脱卑微的舔狗性格，让你学会爱自己，守住本心，而不是要让你做一个冷漠无情、见死不救的人。而你为了争夺家产，策划绑架，以他人性命做局，不择手段，这早已违背了林家的祖训和做人的底线。反观陈二，从当初那个为了女人可以卑躬屈膝的舔狗，变成如今这个为了自己在乎的人可以挺身而出却不迷失自我的男人。我在乎的从来都不是那死板的规则。不可能，爸，您不能这么偏心的。他打破了规则，他输了才对。偏心？我给了你无数次的机会，而你呢，执迷不悟，走上歪道，绑架勒索，一定是触犯了法律，策划阴谋，意图夺产，更是凉薄至极啊！钟伯，通知警方，把林墨还有这3个绑匪以及他私下培养的势力都交给警方依法处置。是，老爷。爸，我不服！爸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我对林家做了那么多，我才是最应该继承家产的那个人。你做的一切从来都不是为了林家，而是为了你自己的野心。从今天起，你不再是林家的人，林家所有的资产产业跟你再没有半分的关联。至于你犯下的罪行，自有法律制裁。
陈儿，恭喜你，已经通过了我真正的考验。从这一刻起，林氏集团的万亿家产将由你正式继承。我相信你一定能掌管好林家，并守住这份家业。而且我相信你一定能活出比我更精彩的人生。感谢爸的信任，我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。李小姐，感谢你一直陪伴在陈儿的身边，在她迷茫时提醒她，在她危难时帮助她。陈儿能够遇到你是她的福气，也是我林家的幸运啊。林董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我也很高兴能看着林晨一步步成长。来，少爷，林墨一案以审劫、绑架、非法交易野生动物、诬陷诽谤等罪名成立，被判有期徒刑15年。他私下挪用的部分财产也已全部追回，并汇入集团账目。另外，鼎盛科技与林氏集团的产业整合方案，李小姐也已整合完毕，等候您的过目。辛苦了，师傅。这些年多亏你帮着我分，往后林家还得多帮忙费心。能看到少爷的长大，并掌管整个林氏集团，是老农的荣幸。李小姐是个难得的人才，心思缜密，能力出众，有她辅佐少爷您，老奴真替少爷感到高兴啊！老板，这是鼎盛科技与林氏新能源产业的合作补充协议，里面规定了双方的具体权责划分，您看下是否合适？娜娜，这些日子谢谢您。从当初还只是个舔狗的时候，你就提醒我，陪着我。后来我决心打拼，你辅佐我，信任我，甚至为我身陷困境也毫无怨言。以前我不懂爱，把卑微当深情，直到遇见你之后，我才知道，真正的爱是并肩同行，彼此成全。凌晨，我相信你，自始至终都相信。在我眼里，不管你是曾经那个懵懂的员工，还是如今这个执掌万亿家产的董事长，你的初心和坦诚从未变过。考验已经结束了，我再也不要压制自己的心意。琳娜，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往后余生，我想跟你一起执掌家业，共度朝夕。我愿意。